深夜途经小巷，有个女孩向我求助：“先生，请你帮帮我，后面有2个男的一直跟着我。”我帮她解了困境，也让她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我心里。可当我们在一起半年后，我却在她柜子里看到了跆拳道比赛的冠军证书。正文开始，从店里出来已经过了12点，我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家去。途经小巷时，突然有个女生冲过来挽住我的胳膊，语气娇憨道：“老公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人家都等好久了。”我一怔，还以为她认错人了，正要甩开，便听见女生小声哀求道：“小哥哥，请你帮帮我，后面有2个男的一直跟着我。”闻言，我往她身后一瞄，果然看见了2个鬼鬼祟祟的男人。于是我配合的回应：“今天店里忙，来迟了，快回家吧。”2个男人见状，便匆匆离开了。女生松开我的手，感激地说道：“谢谢你啊，小哥哥，要不是碰见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不客气。随后女生按了几下手机，屏幕却一直没亮。她有些为难地说道：“我手机没电了，能再麻烦你帮我打个车吗？”“行，那我帮你叫个车。”等有司机接单后，我便陪她在路边等车。这时，女生从包里拿出笔和纸递给我：“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你把你的微信留下吧，等我到家充上电就把车费转给你。”“没事，不用。”“那怎么行呢？你帮我这么多，要是还让你帮我付车费，那太不好意思了。你还是留个联系方式吧。”见她坚持，我便没再推却。回家后，我疲惫地将左腿上的假肢卸了下来。虽然这条假肢已跟了我3年，和我熟得不能再熟，但走得久了，腿脚还是有些难受。等将假肢放好，我妈便过来了。她兴冲冲地说道：“阿言呐，今天你3姨说要给你介绍个女孩，是个小学老师呢，说是安排你明天去跟人见一面。”闻言我有些头疼。自从我腿出事之后，我父母一下子苍老了许多，后来他们好不容易放下心结，却又开始热衷于给我做媒了。我知道他们是想让我赶紧把终身大事定下来，好有个互相扶持的人。可就我这种残废，又有什么资格去祸害别人呢？于是我再一次拒绝了，还是算了，妈，我都这样了，还是不去耽误人家了。可我妈听见这话，眼泪却直接掉了下来。你这孩子是要急死我吗？以前我就不乐意你去当什么消防员，你非要当，这下好了，你伤成这样，老大不小了，还没个媳妇儿，我让你去相亲你也不去，你是要急死我吗？我又没骗人家，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人说得明明白白的，人家都同意见了，你还在这扭捏上了。我不管，你明天必须得去。我最怕我妈流泪，她每次一使出这招我就没辙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应了下来。相亲安排在第2天下午6点，我提前到了3姨给我们约的餐厅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惊喜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是你！”抬头一看，居然是昨天晚上我帮过的那位女孩。她在我对面坐下埋怨道：“你昨天给我的微信号不对啊，我回去加你的时候显示空号，你是不是写错了呀？”倒也不是，因为昨晚是我故意写错的，毕竟我们之间萍水相逢，也没必要留下联系方式。只是很巧，今天居然又碰上了，于是我找了个借口，那可能是晚上太黑，我写错了。哦，那没事儿，你现在加我吧，我把车费转你。面对他如小鹿一般亮晶晶的眼神，我还真说不出拒绝的话来。加上微信后，他跟我介绍了自己的名字，我叫钟离，钟表的钟，离开的离。说完这话，他突然满眼亮晶晶的看着我，把我看得有点莫名其妙。我淡淡的避开那份期待，道：“我叫江岩，生姜的姜，延安的延。”介绍完名字后，不知为何，他的情绪忽然有些低落。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正常。“你是和朋友出来吃饭吗？”“差不多吧。”钟离仿佛看穿了我脸上微小的尴尬，便打趣道：“总不会是来相亲的吧？”见我不语，他便笑了笑：“好巧，我也是出来相亲的。”说完，他看了看手表，我的相亲对象应该快来了，我先找其他位置坐了。短暂的插曲过后，我和钟离各自等待自己的相亲对象，但半小时过去后，我们的对面却依旧空无一人。看来我们俩都被割了。钟离心态倒好，在确定被割之后，他又来到我对面坐下：“你那位相亲对象还来不？不来的话，咱俩拼个桌吃饭吧。”我都快饿死了。我看行。饭后，我自觉的去买单，却被店员告知单已经被买过了。我迟疑的看着钟离：“你什么时候把单买了？”“嘿嘿，我刚去洗手间的时候就顺便买了。多少钱？我 A 给你。”可钟离拒绝了：“这顿饭就当我感谢你昨天帮我吧。你都不知道，昨晚那2男的跟了我一路，我都快吓死了。要不是碰见你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所以你就别跟我客气这顿饭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从餐厅出来后，我们乘电梯下楼，可没想到电梯降到一半，却忽然卡住了。无论我怎么摁开关都没反应，看来是故障了。我很快按了呼叫按钮，向商场求助，那边也给了回应，应该很快就会有人过来。只是我和钟离还不太熟，突然置身于一个封闭狭小的空间中，有些尴尬。于是我掏出手机，企图刷短视频来缓解尴尬，但没想到刚打开 app， 就有一道妖娆勾人的声音在狭小的电梯中响起。究竟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入赘豪门呢？快跟于哥一起练好高情商吧，保证富婆姐姐再也离不开你。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推送？虽然我迅速把音量键调到了静音，但回头一看，钟离想笑又不好意思笑的样子，我心里还是有点臊得慌。还好电梯门外很快有了动静，应该是消防救援到了。在确认我们没事后，消防员们便在外面破门。没一会儿功夫，我和钟离就重见光明了。只是看到为首的消防员时，我愣住了。很显然，对方也是。江岩，你怎么也在里面？我心里猛地抽紧，尴尬地笑了笑。刚好在这边吃饭。出了电梯后，我想走，却被报永员拉住了。你小子这几年都哪去了？都不跟以前的弟兄们联系了。你出事后，我们想去你家看看你，站长却说你搬了家，我想找都找不到你。面对昔日战友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只能胡乱找了个借口。当时因为我爸工作的原因，所以搬了家，没来得及告诉大家。这样啊，那好不容易碰上了，今晚出来跟兄弟聚聚呗。兄弟们这几年都很挂念你啊。在我为难之际，身后的钟离挺身而出，像昨晚一样挽住我的胳膊。快走吧，亲爱的，我们还要去赶飞机呢。我反应过来，顺势把报永员的话给岔了过去。豹哥，我们还要赶飞机，下次电话联系吧。见状，报永员不仅没有觉得被冷待，反而在看见钟离后为我感到高兴。这是弟妹啊，好，挺好。那你们赶紧走吧，下回有空你一定得和兄弟们联系啊。
我嘴上应了几句，便匆匆离开了。直到离开鲍永元的视线，钟离才放开我的手。他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刚刚我看你好像不太愿意继续留下来叙旧，就自作主张那么做了，应该没冒犯到你吧？”“没有，谢谢你。我的确不希望和昔日的弟兄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叙旧。回想起当年，我和鲍永元是一同进入昆安消防站的，他比我们同批进去的消防员都大几岁，所以总爱以大哥自居，平时也挺照顾我们这些小弟。那是我们同一个宿舍，同进同出，是火场肝胆相照的战友，也是惺惺相惜的兄弟。可这一切，在我救援出事截肢的那一年便戛然而止了。在得知我要截肢时，兄弟们都非常难过，他们总认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，没能及时将我救出来，才导致我被截肢，所以他们每每来看我，眼中都充满了愧疚与难过。而那段时间，正是我最不能接受自己身体残缺的日子。所以，每当我看见他人眼中的愧疚与同情时，我都会情绪失控，将人生的灰暗与无望都发泄在他们身上。大家知道我心里不好受，都会无条件的包容我，可他们越对我妥协，便越能印证我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废人。后来我在自我怀疑与内耗中，选择了抛弃所有人，从前的战友、同事、领导、朋友，我通通避而不见。我将灵魂关在内心深处的那团阴影里，拒绝光的照耀。久而久之，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了自己。后来，当我从伤痛中渐渐缓过来后，我想过去找他们，可是我却不知道见了他们能说些什么。他们依旧是风里来雨里去，实现自己使命的逆行者，但我已经只是一个废人了。从此，我们便彻底断了联系。只是没想到，今天会忽然碰见鲍永元。怀着灰暗的心情，我和钟离离开了商场，但没想到原本宁静的天空，此时却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我和钟离都没带伞，我看着钟离身上单薄的衣服，便将自己的外套脱下给他。你打个车，然后披着我的外套走吧。那你呢？我等雨停了再走。见状，钟离没再说什么，他接过我的外套披在身上，便冲进了雨幕当中。直至他上了车，我才迈着我的残腿，缓缓走进了雨中。硕大的雨滴急切地砸在我脸上，冰冷、湿润，还有些疼痛，但我却丝毫不在意。我只希望这雨能再大一点，最好能暴虐地将我所有的自卑通通洗刷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快速向我跑来，他的身上还披着我递给他的那件外套。是钟离又跑回来了。我有些费解，这么大雨，你跑回来干什么？是落东西了吗？钟离摇摇头，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你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。果然，我一回来就发现你在淋雨。我没事，你快走吧。这么大的雨，你身体会吃不消的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淋雨也淋不死人。但我们现在应该也算朋友了吧？说这话时，钟离眼神亮晶晶地看着我，里面纵然被雨水侵袭，却依旧亮得惊人。我点了点头，算吧。既然是朋友的话，我觉得你现在有个朋友陪在身边会开心一点。闻言，我有些怔了。自从我左腿截肢后，我都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交过朋友了。陡然听见朋友这两个字，我竟觉得十分陌生。我低头看向钟离，他身上单薄的秋衣和头发早已被雨淋湿，他原本白皙红润的脸蛋变得苍白脆弱，像只孱弱无助的小猫。就连他清丽脱俗的五官，也在大雨之下多了几分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无端的惹人怜惜。此刻天幕低垂黑暗，路上举伞的行人来来去去，急急徐徐，唯有我和钟离不紧不慢地淋着雨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下来。回过神来，我赶紧拉着钟离的手，将他带到了屋檐下。钟离像是不尽兴似的，就不淋了吗？我觉得我还能淋一会儿。我皱眉道，以后都别淋了，要爱惜身体。钟离脱口而出，你也一样。可是我不一样。但面对他时，我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重新帮他打了辆车，将人送走了。只不过的确如他所说，两个人淋雨的确比一个人淋心情要好。几天后，钟离突然发信息给我，在吗？你发个位置，我把你的外套还给你。我回道，没事，下次我自己来拿，还是我送过来给你吧。你好心借外套给我，我怎么还能让你再跑一趟呢？见状我没再坚持，发了个小区定位给他。没多久，钟离便到了楼下，我赶紧穿好假肢下楼。一看见我，钟离便笑意满满的冲我挥了挥手，除了还我外套，他还递了一盒小饼干给我。喏，这个是我自己在家做着玩的，拿点来给你尝尝。谢谢。拿过外套和饼干，我准备回去，却忽然碰见了我妈。她见我和钟离相谈甚欢，便双眼放光的迎了上来。哎呦，小姑娘你好，你是阿言的朋友啊？闻言，钟离乖巧的打招呼。是呀，阿姨你好。我妈瞬间笑得合不拢嘴。好好好，朋友好啊。既然是阿言的朋友，那就上楼喝杯茶吧。我心道不好，赶紧示意钟离拒绝。可钟离没接收到我的信号，特别乖巧的被我妈忽悠走了。上楼后，我妈热情的泡了茶，然后旁敲侧击的打听钟离的情况。我见她一副想给我们牵红线的样子，赶紧打断她。行了妈，人家就是来给我送外套的，就别耽误人家时间。我妈生气，你这孩子咋回事啊？我就是看人家阿离面善，想跟人家论个茶友，你别在这给我破坏气氛啊！一天天的，真是被你气得头疼。钟离自告奋勇，阿姨头疼啊，要不我帮你按按？阿离还会按摩啊？钟离不好意思道，我是学中医的，可以帮阿姨按按穴位，疏通一下。没想到阿离年纪轻轻的，还有这手艺啊，那阿姨可就麻烦你了。眼看事情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，我有点头疼，索性躲到厨房做饭。等我炒完菜出来，钟离已经给我妈按完了。我妈舒坦的夸道，阿离这手艺太得劲了，阿姨真是谢谢你了，要不留下来吃个便饭吧，尝尝阿言的手艺。吃饭时，我妈还在感叹钟离给她按的有多舒服。于是钟离热情说道，那阿姨以后要是头疼就告诉我呗，我来帮阿姨按一按。那阿姨多不好意思啊。钟离笑意盈盈的说道，没事的，阿姨，因为我有点事想拜托阿姨来着。行啊，你说。闻言，钟离有些腼腆的笑了笑。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医院有点远，下夜班回来挺不安全的，所以我想换个地方住。我觉得阿姨这小区就挺不错的，离医院也只有10分钟距离，所以我想请阿姨帮我留意一下，你们小区有没有要出租的房子。说起来，我们第一次遇见，好像就是因为她下班太晚，被2个不怀好意的男人尾随。于是我点点头，那是该换个地方住了。我也帮你留意一下，如果有合适的，我告诉你。那太好了，谢谢。从那天之后，我便在小区留意，只要看到空房出租的信息，便会第一时间告诉钟离。
后来怕她一个女孩子去看房被人欺负，或被胡乱要价，我每次都会陪她一起过去。半个月后，钟离看中了我楼上的一户房子，签了合同交钱后，我们正式成了上下楼的邻居。我妈知道后乐坏了，时常过去找钟离按摩，又常常叫人来家里吃饭，偶尔家里煲了汤，还支持我上楼去给人家送汤。我明白我妈的意思，她无非就是想撮合我们两个。虽然现在我跟钟离关系不错，但我妈的想法注定要落空的。这天，我妈又煲了汤让我给钟离送去，可刚敲开她家的门，整栋楼便在1秒之中陷入了黑暗，停电了。与黑暗随之而来的还有钟离的惊呼，我以为她怎么了，便急忙摸黑去找她的身影。慌乱之下，我抓住了钟离的手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谁知下一秒，钟离紧紧靠上前来，反手抓住我的手臂，害怕地说道：好黑啊！我害怕，我还以为他怎么了，原来是怕黑呀。于是我也没有松开他，反而安慰道：你别怕，只是停电而已，应该很快就会来电的，我陪你等等。好，那你别走。说这话时，他尾音都带上了颤意，像是怕我扔下他不管。而在这个沉默的黑夜，有个人全心全意地依赖着我，让我重新找回了做一个正常人的感觉。我心蓦地柔软下来，轻声回应他：我不走，你别怕。手上的汤端久了有些烫手，我便想蹲下将汤放在地上，可钟离却误会我要走，情急之下朝我扑了过来。你不是说你不走吗？一具柔软的躯体毫无预兆地扑进我怀里，让我心跳陡然乱了。理智告诉我该推开他，可钟离发间的香气太过迷离，让我大脑宕机，忘了一切。短暂的放纵后，世界重回光明，来电了。而我与怀中的钟离，一个仰头，一个俯视的四目相对，两人的眼中似乎都有什么道不明的情绪在悄悄蔓延着，甚至在这一刻，我们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心跳声。回过神来，我终于明白我们现在的模样有多荒唐。我赶紧去推钟离，可意外的是，我竟没推开他，反而钟离在我怔愣的眼神中将我抱得更紧。他声音轻柔，又带着些许小心翼翼地说道：姜妍，其实我有点喜欢你，要不我们试试看？这句话像被点燃引线一样，在我耳边被迅速引爆，如狂浪般的情绪在我脑中翻涌，让我体内喧嚣的某些念头隐隐有失控的趋势。为了避免失控，我只能加大了力气将人推开。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听到这个答案，钟离有些失望。为什么？你没对象，我也没对象，为什么不可能？就算你现在不喜欢我，也不代表你以后不会对我动心啊。不可能就是不可能，世上的事不是每一件都必须有原因。说完不等钟离反应，我便落荒而逃了。左腿截肢后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走路这么快。到家后，我妈见我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便问：你怎么了？汤给阿离送去了吗？送去了。我妈还在不听絮叨，送去了就好，我这汤煲的清甜，阿离肯定喜欢。没等我妈说完，我便心情沉重地回了自己房间，连晚饭都没出去吃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在拒绝了钟离后，竟然会这么难过。我想，我大概是喜欢上他了，所以在压抑自己情感拒绝他时才会这么难受。可是除了拒绝，我的确不能再给他任何回应，因为我眼中的他是完美的，可他眼中的我却只是表面完美。实际脱下这身衣服，我真正的模样是丑陋与残缺。如果我也放纵自己，用虚假的完美去欺骗他的感情，那才真的该死。所以，我们之间的这点小暧昧，便由我来亲手掐断。那天之后，我开始故意疏远钟离。我每天早早的离开家去店里，即便晚间店里无事可忙，我也会待到晚一些再回去，这样我便能完美避开钟离的上下班时间，不跟他碰面。这番避嫌，我妈都觉出了不对劲。这天早上，她拦住我道：儿子，你最近怎么突然早出晚归的？这几天阿离过来找了你好几次，都没见到你人。你店里就算再忙，也不能不顾自己的终身大事啊。妈算是看出来了，阿离那姑娘搬到咱小区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方便上班，人家压根就是冲你来的。我觉得人家未必会在意你的腿。她话未说完，我立即打断：她不在意，我在意。这段时间我之所以早出晚归，就是为了避开她，以后你也不要在她面前乱说话。我妈还想说些什么，但对上我黯然的眼神后，终究是住了嘴。但即便碰不到面，钟离也一直在微信上试图跟我联系。对于他的消息，我一概读完放在哪，没打算再回复。但每次狠下心来不理他后，我自己心里又难受。可想想现在的钟离才是那个更加痛苦的人，他满心期待的为我而来，最终却被我彻底拒绝。我以为成年人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受自己把控的，毕竟当年我离开消防站后，从前的那些战友就被我很好的驱逐出了我的世界。但没想到钟离跟他们是不一样的。晚上我回家时，就发现钟离正站在小区门口堵我。如今寒露已过，秋风一日冷过一日，可钟离却穿着单薄的外衫站在楼下，那些暖色的路灯打在他身上，为他整个人都镀上了一层令人心生向往的光。他抬头望见我，那双原本还平静无波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了惊人的光亮。钟离一路小跑着向我靠近：姜妍，你回来了。我赶紧脱下风衣披在他身上。这么大的风，你穿这么点站楼下是想干嘛？我等你啊。钟离话刚说完，一阵咕噜声忽然打破了深夜的寂静。听见这声音，钟离尴尬地捂住了肚子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：还没吃饭？对此我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因为钟离比我想象中的更加固执。明明我们不过相识几个月，我也从没为他做过什么，他怎么就认定我了呢？而我也知道，他今天大费周章的在楼下堵住我，肯定是憋了大招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也送他一个大招吧。思及此，我内心反而安然了。于是我语气轻松地说道：再等我也要记得吃饭，民以食为天吗？可我以你为先。钟离抬眸望着我，眼神中的认真是我看不懂的执拗。我心中的柔软被他以血肉滋养，如今疯狂地在我心里猛长。可是我又不得不硬下心肠来，打破他的幻想。上楼后，钟离邀请我去他家小坐，说有话对我讲。刚好我也有话跟他说。上楼后，钟离望了我好几眼，才缓缓说道：姜妍，你最近是不是在躲我？是。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其实我在心里犹豫了很久，要不要将真相对钟离告知。最终我下定决心，借今天的机会结束掉我和钟离之间的一切。于是我没说话，
只是当着钟离的面，我卷起了裤腿，向他露出我最脆弱，同时最不堪的一面。我的左腿膝盖以下都是空的。我之前是昆安消防站的一名消防员，3年前阳川地震，我被借调过去救灾。后来在地震的救援行动中不慎发生余震，我被压在了房屋下。当时情况紧急，大家只能先行撤退。等最后我被救出来后，这截腿已经保不住了。看着钟离怔愣的模样，我心里还是忍不住泛起了一阵失落。但我依旧继续道：从那之后，我的人生便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。曾经我一度颓废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骤变的人生，所以我把同事、朋友通通推开，不希望他们同情愧疚的眼神落在我身上。同样，我也不希望有朝一日，你也用这种眼神看着我。所以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听完我的话，钟离眼中的热情却不仅没有褪去，反而更加高涨。他几乎肯定地说道：所以江岩，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？你宁愿揭开伤疤让我知难而退，也不愿意说出伤我心的话来是吗？有时候我不知道这人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转的。正常人这时候即便没有知难而退，至少也该冷静下来，好好思考这份感情。他倒好，都这时候了，却还在计较这些细枝末节。于是我问他，都这时候了，说这个还有意义吗？有意义，这对我很重要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我终于后知后觉地觉出了不对劲。你不惊讶？钟离看着我，答非所问道：所以江岩哥哥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3年前的阳川，我也在那里。听见这话，我惊讶地看着钟离，你以前见过我？虽然你不记得我了，但我永远都记得你。钟离眼神炙热地看着我，仿佛要将我整个人看穿。他说，3年前我刚高考完去阳川找我爸爸，但没想到吃饭的时候突然地震了，我当时吓呆了，没来得及跑，直接就被压在家里了。是你以及千千万万的消防官兵逆行而来，将我们救了出去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，当时整栋废楼里面都断电了，我一个人在黑暗里被埋了2天2夜，那是我永生难忘的至暗时刻。最后是你如天降英雄一般将我从废墟里救了出去，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你。听见这话，我完全懵了。他说的这些，其实我已经没多大印象了，毕竟当年我作为消防员救过的人太多了。只是当钟离提起某些细节时，我好像模模糊糊记得，当年余震渐缓后，的确有个小女孩在当时的救援队伍里到处打听我的编号。那时候我正要去做收尾工作，就很敷衍地见了见她，鼓励她重拾信心，早日走出灾难的阴影。然后好像就没了。所以钟离就是当年的那个小女孩，她因为那么小的一件事，便把我记了这么多年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更加不能接受她。我希望你好好冷静下来，重新正视你对我的所谓喜欢。在当时那种情境之下，你正经历着生命危险，你心中害怕恐惧，刚好我在这时候出现，救了你，把你带向了光明，所以你内心感激我。这种情感是正常的。但如果你因此爱上了我，那么你就该想想自己是不是错把感激之情当成爱情了。但钟离却不承认，我自己的感情我自己知道。你作为救人者，自然不把这件事看得多重，可对我来说，你就是我的英雄。我爱上我的英雄，难道有错吗？难道以你个人的感受就能否定我多年以来坚持的一切吗？说到情深处，钟离甚至落泪了。你知道吗，江岩哥哥，当初我去阳川找我爸，是为了去找他借钱的。我爸妈在我小时候就离婚了，他们谁也不肯要我。那年我考上了大学，但没钱去读，即便我整个暑假都在打工，却还是不够，所以我去找我爸妈借钱。但没想到地震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爸爸娶了新的妻子，生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。当时震感还没那么强的时候，爸爸和继母一人拉着一个孩子逃出去了，可唯独我一个人被抛弃在了一片废墟之中。看着那2串怎么流都流不尽的眼泪，我心里被搅得生疼。没想到永远以热情待我的钟离，却也和我一样有着不为人知的脆弱。说到最后，他泣不成声，猛然背过我去擦泪，不想让我看到他如此狼狈的一面。我实在没忍住，从背后上前抱住了他。这一刻，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瘸子，我只知道我喜欢的人哭了，他很难过，需要有个人做他情绪的出口。其他的，我什么都顾不上了。渐渐的，钟离的情绪平复了下来。我本以为他会像之前一样继续纠缠，可没想到宣泄过后的他却意外的洒脱。钟离擦干眼泪说道：对不起，江岩哥哥，之前是我一厢情愿的跟在你身后，却从没问过你愿不愿意。像我这种不讨人喜欢的人，就连我亲爸亲妈都不乐意要我又怎么能奢求其他人来爱我呢？之前是我痴心妄想了。你走吧，以后我不会再缠着你，也不会再让你为难了。说完，钟离便强颜欢笑地下了逐客令。看见他脸上勉强的笑意，我心里有些难过，却又很矛盾。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面对钟离。其实他说的对，我的确喜欢上了他，否则我不会宁愿揭开自己的伤疤，也不愿用冰冷的话语去伤害他。可是虽然我现在已经习惯让假肢代替我左腿的那一部分，但假肢到底是假的，没有这条假肢，我的确就是个连走路都没办法做到的废人。想到这里，我将所有的安慰与心疼咽了下去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，别难过了。好，江岩哥哥，晚安。门一关，便从此将我和钟离彻底隔绝了开来。这次摊牌之后，我和钟离之间彻底疏远了起来。我不必再刻意的躲着他，因为即便在小区里遇见了，我们也不过点头招呼便擦肩而过。纵然我心里的浪潮从未平息，但表面上来看，我和钟离这样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只是我妈在察觉到这一切后，气得直骂我：阿离那么好的女孩子喜欢你，你还这么伤人家，真是不知好歹。你以为天底下就你这个男人啊？你等着，我一定要给阿离介绍一个好男人，让他赶紧把终身大事给定下来。妈，你少乱点鸳鸯谱，别给人找麻烦。我妈冷哼一声道：谁乱点鸳鸯谱了？人家阿离之前自己就跟我说了，因为爸妈离婚早，他小年纪就没有家了，所以现在想快点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。以后阿离的事你就别管了，我会看着办的。说完，他还真联系了自己的老姐妹们，让他们给钟离介绍点靠谱的男孩子。一个电话的功夫，他就给钟离安排了场相亲。第二天下午，在小区附近的咖啡厅见面。听见我妈在电话里跟人介绍钟离的情况时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那种感觉像是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一般。可面对这一切，我也无能为力。如果钟离真能因此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那么我应该祝福他。
可到了第二天下午，我人坐在店里，心却早已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已经6点了，差不多要到钟离和人相亲的时间了。心神不宁间，我知道自己没法再做任何事，索性关了店门，去咖啡店替钟离长长眼。毕竟钟离才刚毕业不久，还涉世未深，万一相到什么不好的人，那就不好了。还是过去看看吧。虽然我觉得自己照顾去的理由很正当，但走到咖啡店门口时，我还是突然开始心虚起来。最后，我去隔壁便利店买了帽子和口罩，将自己全副武装后，才偷偷摸摸地进了咖啡店。一进去，我便看到了钟离的背影，而他对面坐着一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，两人看起来正交谈甚欢的样子。我紧挨着钟离背后坐下，伸长耳朵过去听了听，两人甚至已经聊到了婚后的规划。接下来他们的话，我越听心里越沉。就在我快忍不住要离开时，钟离突然去了个洗手间，而正是在他上洗手间的这个功夫，我便听见那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马上掏出手机来回复语音消息：“亲爱的，我正在相亲呢，你放心吧，对方应该是个急于结婚，但又没什么主见的女孩。等以后我们把婚结了，让她把孩子生了，我再向她介绍你的存在。到时候就算她不想当同妻也没办法了。”闻言我愤怒极了，若不是顾及钟离马上要回来了，我真想过去给这渣男一拳。钟离回来后，那渣男又若无其事地跟他聊起了以后。等我耐心快耗尽时，两人这场相亲饭局可算结束了。钟离走后，我假装跟他偶遇的样子上前跟他打招呼。刚在相亲，碰见我，钟离有些不好意思。是啊，那你觉得刚才那人怎么样？有感觉吗？还行吧。他跟我一样，也急着结婚组建家庭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们算一拍即合吧，先处着试试吧。闻言我心里一紧，立即拉响了警报。我觉得你们不太合适。钟离很奇怪，哪里不合适？反正就是看起来气场不太大。见我说的云里雾里，钟离眸色沉沉地看了我看。可你不是希望我以后别来烦你吗？那我现在赶紧找对象，应该正合你意才对。我还以为你会尽力撮合我们呢，所以你不希望我跟他在一起是吗？你别多心，我只是出于朋友给你个建议而已。听见这话，钟离像是赌气一般。难道你又想说他跟我也是不可能的？世上哪有那么多绝对的事？我偏要跟他试试。说完钟离要走，我急得拉住他。可他是个同性恋啊。我对同性恋没什么看法，但他摆明了是想骗你当同妻。你要真跟他成了，你这辈子都毁了。是这样啊？我还以为。钟离有些失落，但很快他又打起了精神。谢谢你提醒，但没关系的，不管是同妻还是什么都无所谓，反正嫁不到自己喜欢的人无所谓吧。这下我是真有点生气了。所以你就因为被我拒绝要这样伤害自己吗？难道你没有想过因为别人的情绪而惩罚自己是件很蠢的事情吗？可钟离却麻木地看着我。所以就算我不跟你赌气，去找一个符合世俗眼光的好人结婚，结局就一定会好吗？那你知道我父母是怎么结合的吗？他们是高中同学，互相暗恋，互相鼓励，然后相约考到同一所大学，最终圆满修成正果，是为数不多的校园到婚纱的爱情。当时所有人都羡慕他们感情深厚，如胶似漆，所有人都把他们当成爱情的榜样。可结果呢？该变的不还是变了吗？从前的山盟海誓并没有让他们在离婚的时候比别人更加体面。所以为什么在感情结合的时候一定要符合世俗的期待？我倒觉得享受当下的美好才是最重要的。也许日子过着过着就有答案了呢。他这番话让我心惊，也让我心中有什么东西在不断的破土而出。钟离最后的那句话点醒了我。我们一开始为将来预设的答案就一定会是正确的吗？也许日子过着过着就有答案了。在我心潮澎湃时，钟离却冷静了下来。他说，既然你已经想好了将来怎么过，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，所以也请你不要再干涉我的事了。你总这样不明不白的关心我，会让我误会你喜欢我。要是误会的多了，也许我又要来缠着你了。我打断钟离的话，你没误会。什么？我说你没误会，我就是喜欢你。突如其来的一句表白让钟离瞬间懵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上前一步，直直地望着他，认真道。我说我喜欢你，一直都喜欢，只是之前因为我个人的原因，所以才做了那些让你失望的行为，对不起。那你现在怎么突然？因为你的话点醒了我，的确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，所有的东西都会在岁月长河中慢慢更改。所以我想了想，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真的找了个所谓的好人交往结婚，我会就此放心吗？我猜我也一样放不下心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如我亲自来给你幸福。我赌不了别人会一辈子对你好，但我确信自己能做到。虽然我的身体残缺了，但我的心是完整的。现在这颗心，你还愿意要吗？我话刚说完，钟离双眼蓄满了泪，一头扎进了我怀里。只要你愿意给，我就要。从那天之后，我和钟离正式确定了关系。我妈知道以后，每天乐得合不拢嘴。而在跟钟离交往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钟离从前对我的黏，才只是冰山一角。我们确定关系后，他几乎时时刻刻都想黏在我身边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现在我已经没时间像从前那样自我内耗和自我怀疑了，因为我的生活里已经处处布满了钟离的身影。只要一想到他，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一片光明，尽是坦途。而钟离也知道我总对截肢的左腿耿耿于怀，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开启了夸夸模式。江岩，你的眼睛真好看，可惜我不会写诗，不然我要写100首关于你眼睛的诗。江岩，你做饭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江岩，这个发型真的很适合你哎，看起来跟个大学生似的。诸如此类的夸奖，我几乎每天都会从他嘴里听见。久而久之，我都快相信如钟离所说，我是完美的了。这天，钟离陪我去买衣服，我试到了一件非常合身的长款风衣，便在付款后剪完吊牌直接穿上了。出了店门后，在一个无人的角落，钟离直接用手挂住我的脖子，笑嘻嘻地问我：江岩，你怎么越来越帅了？看着他眼中流淌着的深沉爱意，我忽然心有所感到。因为我在被你爱着，因为被你爱着，我所有的缺点都能变成独特的可爱之处。因为被你爱着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你展示我最真实的一切。闻言，钟离也愣住了，随后他眼神逐渐变得柔和，动情地踮起脚尖，在我唇上吻了一下。我会让你永远被我爱着。番外，和钟离在一起半年后，因为有他的陪伴与开解，我对往事释怀了许多。他还鼓励我勇敢地面对从前逃避的一切，比如去找回从前和战友们的情谊，不让等永久失去了朋友之后，
才后知后觉地感叹岁月忽已晚。于是我找了个时间，带着钟离一起回了昆安消防站。从前的那些战友，如今还留在这里的已经不多了，只是鲍永元这个老大哥却依旧兢兢业业地替大家守在这里。见我主动过来，鲍永元激动的眼眶都湿润了。我们兄弟心有灵犀，不必多言。最后老鲍拍了拍我的肩，挺好的，真的挺好，以后咱们兄弟可要经常聚聚。我笑得一同从前般意气风发。那当然了，我记得你以前还欠我好多顿饭呢，记得还呀。放心吧，少不了你小子的。从消防站出来后，我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轻松。钟离由衷地为我感到高兴。嘿嘿，你现在的样子有点像我初次见你的时候了，当时我就是被这样的你俘获的。我们相视一笑，一切的美好仿佛都定格在了这一刻。回去后，我和钟离开始准备搬家的事了。之前我向钟离求婚成功，我们已经决定择良辰吉日办婚礼了，但热恋中的人总是希望能时时刻刻黏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打算在婚礼前就搬到一起住。至于房子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正式搬家那天，我先去钟离家帮他收拾东西，他的东西比较多，因为他一直是个居无定所的状态，所以重要的东西都是走到哪带到哪的。在给他搬一个存放旧物的箱子时，箱子底部突然承受不住重量散开了，里面的东西掉了一地，我赶紧收拾。地上掉下的有他小时候的相册、青春期的日记本，还有一些泛黄的信件，以及许多看起来精美的奖杯和获奖证书。然后我便看到了一个写着宁安省跆拳道比赛冠军的证书。跆拳道比赛冠军？再一看钟离的获奖照片，上面虽然还有些许稚气，但起码是大学时期获得的奖项了。上面的钟离身穿道服，腰系黑带，眼神凌厉，霸气的不得了，跟我认识的钟离完全是两极反转。我真的很怀疑，这样的他，那晚真的需要向我求助，帮他赶跑猥琐男吗？这时钟离进来，看见我捧着他的获奖证书，心虚的说道：“那个，我要是说，照片上的人是平行世界里的另一个我，你会信吗？”呵呵，你说呢？后来我发现钟离的确用不着我帮他赶跑猥琐男，因为我们婚礼那天来了很多以前和钟离一起打跆拳道比赛的朋友，那晚的2个猥琐男成了我们的伴郎。我一直以为在这段感情里，我才是一直掌握主动权的那一方，结果没想到钟离才是真正的猎人。全文完。